你今天别把手机搞进去了，好不好？你看一眼，你瞄准一下是吧？机器里面有东西，千万不能掉进去了。上次也有啊？你上次说没有的，你上次没有啊？你这狗杂种！哎，就在10个小时前，我们刚刚拿到了这台红米 K80 Pro。哎，这把不是店员出着抢着要给我们了，是我们自费购买的，之前也是自费。那么他今天的对手呢，就是我们的37元老。啊，是的，我又来了，真我 GT7 Pro，1.5K 6500，毫无疑问又是我今天站到最后了啊。红米它是6000的电池2K，感觉续航应该是打不过它，但是我觉得我其他方面还是能跟你好好的 PK 一下的。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像 Johnny J 啊？不想讲脱口秀了是吧？哎，快一点，快点！好。那么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吧。第一项还是均衡模式10v10，看2台手机的游戏表现。哎，我们现在都不带壳了，这2台手机呢都是深色的壳，它们都是官方出品的。真我的这个好像会比红米的稍微厚一点，但是它们的质量都挺不错的。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我这台红米 K80 Pro 到手的系统版本是澎湃 2.0.6， 然后一开始就提示更新了 2.0.9， 然后我更新完之后，我还特意从它的系统选项里面什么设置、下载、完整安装包又重新装了一次。今天是5到19度，现在的话大概是15度吧。就这个阳光洒在身上还是挺舒服的。这把游戏刚打30秒，可以看到是红米 K80 Pro 啊，它的亮度是要稍微比真我 GT7 Pro 要高一点点的。上来就偷，还好吧，感觉看得清啊。它这个亮度是确实比较低的，红米的这个是拉得比较高了啊。第一把王者荣耀10v10打了18分钟，2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任何问题。第二把我们加大一下负载，把它什么高帧高画呀、什么触感优化呀都给它开开。这个红米的配置就有点杂呀。为了开均衡模式，我要在什么更多工具里面性能配置、输出增强打开了，狂暴。显示增强开了一个超级分辨率，这个就用自定义了，不然这个2个只能兼得一个。然后又在它的游戏加速里面开了一个高质量。之前都是你用红米在这边狂暴，今天变它狂暴了呀。没关系，我们现在中途50%的电会换手机的。我下午再狂暴。哎，这个手机我的表现我们都已经心知肚明了，这都第3次了，天天用这个我都用腻了。那上一次你不是给它加了点味儿吗？这次加了味儿，你自己用啊？什么味儿？我怎么不知道？这种猪味儿。射手的战士眼里面不就一坨粪吗？随便打，冲它好吧，冲它。战士跟射手1v1，射手怎么打得过？哎，没了。这就是你们感情状况吗？差不多吧，游戏也没了。没有。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2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红米的后盖有点微微发热，让大师摸一下看看吧。你就真开 rap 了是吧？等一下，这个后盖的温度在今天15、16度的这个情况下，我感觉是有一点点热的嘞。屏幕没有后盖热，边框也没有后盖热，然后最热的应该是这个摄像头边上这一块吧。哦，真我没有红米热，摄像头这个地方大概跟红米的背后差不多了。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网速怎么样，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2台手机，红米是联通的5G，真我是联通的5G。好，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点，红米有导出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真我已经发完了。怎么说啊 ，rapper？ 日常导吗？这里网速比较好，我们再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这2台手机的屏幕我们都是调的原色加环境色自适应，我们都打开了那个开关，可以看到是真我的屏幕是有一点点偏红的，然后红米的就显得比较自然一点啊。现在真我是联通的5G， 红米是联通的5G。好，我们现在开始下载。哦，好快，都挺快的。我们今天是把真我的小横条给关掉了，而且可以看到真我这里是有广告的，这都是他们默认的浏览器。红米只有1个。啊，真我先下完了1秒钟吧。好的，现在我们2台手机用电信打电话连通上网，看看他们的双插稳定性怎么样。现在来刷一下抖音试试。rapper 就是 rapper 啊，你们2个的抖音我已经无语了。真我还是有那个哦，你看。真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卡一下的，红米也卡了，但是情况会比真我要好一点。
怎么全都是啊？我就没刷到别的，我真受就因为不了了。上次这个真我被他用过啊，就变成这样了。啊，还是真我会有一点点那个啊，已经不意外了，前2次都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切换场了，现在2台手机是联通打电话，电信上网，继续刷一下抖音看看。真我是电信的5G，红米是电信的5G，唉，我都不想刷了，我真的。这么好看，你还不想刷？哎，哇，红米这么慢就加载吗？啊，真我还是老毛病啊，就是会刷一刷卡一下。哦，红米加载完之后好了一点了。等一下，它不动，红米的画面现在是不动的啊，又开始动了。啊？我们也说不好是什么的原因，感觉不一定是手机的问题。只是红米在用联通打电话、用电信上网的时候，明显是要比电信打电话、联通上网要差一些的。真就没别的东西了吗？截止到目前，今天的亮屏时间是53分钟。现在真我还有90%的电量。红米还有88%的电量。怎么 rapper 这个时候就口糊了呀？那么现在我们就必须要用高德地图去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顺便刷一下美团，看看吃点什么吧。我们走到大路上了，现在2台手机的定位都是正确的，看看这2台手机亮度怎么样啊？红米明显要亮呀啊！有小分条的是红米啊。这个真我怎么回事啊？来吧，开砖。关一下。哦，拉好高，它怎么变暗了呀？什么版本？确实有点暗了，这个天气我用的。对啊，哎，它现在又亮起来了一点了，但是还是比红米要暗一点。这个红米锁屏之后，你看上面会出现一个提示啊，拍不太清楚啊，也是有的。真我需要点亮屏幕才有。明显红米更加智能一点啊，澎湃牛逼。我们快速刷下美团界面啊。OK， 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怎么感觉你的更流畅一点嘛？对，我也感觉 K80 Pro 会比较顺畅一点啊，真我这个是会感觉网速感觉慢一点啊。对。刚刚这段路的导航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导航让我们直走，我们不小心走到左边去了，看看它会不会及时反应过来。哎，变了。你在这里变了啊？我的位置变了。你是位置变了是吧？啊。哦，我位置也变了，定位又回去了，是不是吧？哦，真我位置又回去了。对，所以整体是没有红米好的啊。澎湃牛逼，继续。那我们现在看他们什么时候给我们规划路线吧。红米的率先规划路线了，让我掉头回去了，他知道我走错了。那我就继续往前走了啊。那我不动了。你干嘛？你不走嘛？我也规划了，应该差它应该5米耶。是吗？什么？怎么又变了？你又回去了，你没规划。没规划呀。真我没有规划，他给我定位定错了，他以为我还在原来路上走呢。我只是现在是大概在这个地方。你赶紧再往前走吧，我在这等你了。完了。我们再往后退5米。规划了，回头走还是往前走？让我回头走。就我们两个现在，我们两个定位就差10米呗。红米再次重新规划路线了，他知道我要想往西走了。真我还没有2次规划，我就是往前走。什么望夫崖？望子崖，20多米。20米吧。我们又一不小心走错路了。导航让我们往右，我们非要往前，一路向西。然后看一下2台手机这次的规划情况。 2台手机都是同时让我们掉头呀，我们就继续往西走吧。现在2台手机又重新规划路线了。那么在这一节的路线中呢，2台手机的整体表现差不了太多，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红米的定位跟调整路线稍微好一点点。红米确实有点强。你好像完全把它挡住了。喂，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十字路口，现在我们在道路的东侧，2台手机的定位都是正确的，但是导航显示呢，我们都是在道路的西侧，那我们就一直先往前走吧。唉，本来后面还挺好，刚准备抓住它，结果我们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它又去道路的西侧了，估计会乱飘呗，红米很正常啊，就这样。经典，好吧，真我这个位置是准的啊。你走10步之内必乱飘啊，走了几步，真我也跳到对面去了。10步之内必乱飘啊！刚刚上了一个台阶，走到了道路的正内侧一点，哎，这红米位置不就对了吗？真我还没有变回来啊，我再往里面走一点。你要进人店里了？店里去啊？哎，你干嘛？哎，好，还没有变，还是没有过来。走吧。哎，
好，我们2台手机导航了42分钟，表现都还可以吧。我觉得红米是正胜一筹的，因为中途只有10米左右，它的位置是错误的，而且它的整体亮度也会稍微高一点，看着就比较舒服。对，稍微高一点点吧。真我在强光下也不是很暗哦。真我的定位以及它修正中间的速度都是要慢红米点，并且在最后一段大概200米的路程吧，真我是有100米定位都是错的。那么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半，我们今天已经亮屏了1小时35分钟，导航期间我们是刷了16分钟的美团的。现在真我还有78%的电，红米还有72%的电。明白了，懂了，2K 啊，那么中午了，去搞点东西778。你等一下，我先去拉东西给你吃。你今天没把手机搞进去了，好不好？你看一眼，你瞄准一下是吧？哇，机器里面有东西，千万不能掉进去了。上次也有。啊？你上次说没有的，你上次没有啊？你的狗杂种。大家可以看到中我这个屏幕是确实比较黄红一点啊，然后红米这个怎么感觉它的真彩就永远都是这样呢？没什么用啊！打电话联通2台手机都是双卡4G。哎，通了，中我通了。啊，好，小米也通了。我们来发一个微信的表情，就发一个点。啊，几乎是一样的。OK。哎，中我很快就出来了。怎么说啊？我用的真我，你问他。红米不行啊。你过去。我要操作我自己的手机。出来了。小横条是红米啊，3、2、1走，焦灼。哎，真我还是先刷出来了。有什么用啊？你看我还有图片，你之前刷的都没有图片。完了。还没刷出来呢。行，我感觉红米的联通好像稍微差一点，我们2台手机都切到电信吧。趁他们还在切卡的时候，看了一下，好像红米的前置挖孔要小一点啊。啊，真我速通，红米就是会慢一点点，你知道吧？一走，啊，很快都很快 ，OK。好，微博3、2、1走。哦，真我还是会快一点点。口罩奶奶是什么？哎，等下又要打码，好，刷都刷不动。哦，哎，差不多其实评论区。啊，差不多速度，差不多。这2台手机的电信信号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对，都还可以。但是联通的话是真我会好一点。哎，我们现在在地下车库扫个码，现在2台手机都是联通4G 啊。来，1米左右，微信3、2、1走。真我还是快嘞。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啊。来，3、2、1走。好，哇，真我一直在放大。来，往前走吧，往前走一点，慢慢挪，对准。好，真我扫出来了，你往前走。红米这个好暗呐、完了，往前走吧。啊，大概20厘米。我们现在在这个很暗的地方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我们自己的微信1米3、2、1走。哦，红米很快就扫到了 ，OK。暗光红米好像是厉害一点点哦。那我们再远一点，3米的样子还是微信啊，因为支付宝会亮灯。3、2、1走。哦，红米也扫出来了，遥遥领先暗光。喂，你这哎，打不过，不是他为什么这么远还能扫到呀？我看都看不清。我看不清。我投降，暗光我投降，真打不过。看一下这2台手机的 HDR 表现和鬼影啊，首先就是红米这里很明显的有一条吧，看到没？然后真我这边呢，几乎没有，好像有一点点吧，就几乎没有吧。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在这个位置。然后 HDR 的表现差不多吧，但是我们看这个灯的话，红米的里面的细节是不是很清楚的？但是真我这边啊，来放大之后是可以看到那个分界的。我们饭前呢就来一把金铲餐，可以看到红米最高只能开到60帧的，画面质量也只有极高，应该是还没有适配。真我是可以120的啊，迁就一下它。我就把下面的小项全开了，来一把甜蜜双排吧。怎么又甜蜜双排了？游戏肯定要甜蜜双排呀。我发现你把外套脱了之后，再加上你的口音，你是科技美学的吗？我是大爷。你今天最好不要低头，因为这个光会打得你很像秃顶。有没有家人？什么家人啊？你要家人？我叫你没有家人是什么意思啊？这羁绊就叫家。你在影射什么呀？这是羁绊叫家人。韩宝，你现在好可爱嘞，韩宝。不理我啊，韩宝。
恶心。因为这个灯不是完全对称的，所以它那边光线强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的亮度给统一了。刚刚红米短暂的出现了5秒网络重连，网络异常，然后现在就正常了。这里网很好了，这商场了。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抽风了，有点难呢。那就说你们的感情吗？感情已经没有感情了。不是刚刚还甜蜜双排吗？怎么就没有感情了？获得感情，很漂亮，获得感情。这把接下来打了35分钟，红米就出现了5秒钟的网络波动，后面就没有问题了。真我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真我还剩65%的电。红米只有57%了。啊？现在菜上齐了，就让大师拍一下照吧。好，我来拍照了。还是一样的啊，1倍拍全部，2倍拍单张啊。但是呢，介于这个红米它是有长焦微距的，我们就多拍1张，一共拍7张照片啊，全部都不动，自动的，把他们的 AI 都打开。从取景框上看，红米这个颜色我是真没什么食欲啊，这我已经拍过好几次了，所以呢，从它取景框上看就还是挺好看的。这么我也用它的3倍长焦的那个微距模式拍了一下，它虽然是裁切的，但是看上去效果也还可以吧。你吃完了？喝饱了。吃饭期间呢，我们就看 B 站直播，用的是原画画质，开启弹幕，然后我们已把亮度拉到最高了。好的，吃饭期间呢，我们看了半个小时的 B 站直播，现在红米还剩52%的电量，真我还剩61%。今天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使用了快3个小时的手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往江边走一走，去拍点照片，拍点视频。现在我们就微信视频通话，一边打视频一边去江边。2级反转了，怎么真我的这个显示比小米还扯啊？红米这边是还可以嘞，就是有一点点的轻度的美颜吧。对，跟我们之前用过的那几台小米不太一样。对啊，然后真我这边就老了呀，好老啊。你有没有美颜？好看，这边就是真实的我们。美颜，哎，它美颜还没开呢，现在开了，再看一下，哇，这美颜就很恐怖了。开了这个侧边栏的美颜之后，就磨皮磨的就是什么细节都没有。关掉一下，关掉。关掉就真实了。关掉吧。等一下，全部都打开美颜了之后呢，红米这边确实是就很精致啊，太光滑了，我天呐！但是真我这边其实开完之后就跟红米一开始那个默认状态差不多哎。看一下后置，现在真我，你看它这个屏幕亮度就一下子没有很高了，其实画质大概就差不多吧，帧率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我们刚刚已经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他们在过程中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来进行5分钟的刷微博啊！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亮度。红米已经拉满了，真我也拉满了。现在是可以看到真我的屏幕亮度是要略高于红米一点点的。红米现在这个真彩就开始有点偏黄了，真我倒没那么黄了。哎，系统推荐啊，又不是我们要看的。现在显示是18度啊。哎，左边这个真我是你在用的是吧？这个手机上次他用过，我也没用。红米的亮度一直就是比真我要稍微低一点的啊，大家能看到吗？我再把它转一下啊。今天这个温度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太阳光还是挺直射的。哎，这个澎湃 OS2 好像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大概2分钟的样子啊，红米的亮度确实感觉降了一些了。哎，这个真我全是大雷。哎，现在刷了大概4分半钟了，这个红米感觉是降了一点了，真我也稍微降了一点点，但真我还是比红米要稍亮一点的。但都看得清啊。好的，现在已经刷了5分钟了，现在可以看到真我的屏幕是比红米的要稍微亮一点点，但是幅度不是很大了啊。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它们的亮度，红米还是拉满的，真我也是拉满的。那这2台手机在18度的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屏幕亮度还是蛮坚挺的嘞。那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太阳1点钟方向啊，2分钟的4K 60帧，看一下它们的防抖和眩光情况啊，真我是可以4K 60帧拍 HDR 的啊，都是默认防抖。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然后再慢慢的转圈。感觉小米这边的眩光好像是明显一点的。红米冲！跑着转。给大家说一下抱歉啊，我们昨天在那个线下店体验的时候，这个 K80 Pro 呢，我本来调成了4K 60帧，
但是我切了一下超广角，它给我自动跳到了1080P60帧，所以昨天的那个视频里面是有重大的错误的。它是不支持4K 60帧的拍摄过程中的镜头切换，就是你定在哪一颗镜头，它就只能用那一颗镜头来进行变焦，数码变焦啊，它是不能在拍摄过程中切换镜头的。这个就跟小米15是一样的了啊，但是真我是可以的，非常的抱歉，我都鞠躬了，你这个太不严肃了，大家要冲他吧，到时候把你开除。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拍照，我们先拍人像，拍小宝，这个光就是从它的侧面打过来的啊，24356075，真我就123倍，那我就拍2460和75吧。60其实已经切换镜头了，都是默认的啊，没有再去多调什么了。那我们再在这里随便拍一拍，先拍一下远方的，真我就是这个超广角，好像是要稍差一点的啊，什么焦段都用一下。我感觉到这个红米在20倍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稳的效果的啊，它最多只能到60倍，那我就拍到60倍。哦哟，这个60倍已经糊得不行了呀。好，它提示我有 AI， 但是 AI 好像给它加清晰了一点，但还是好糊。两台手机在望远的时候都会开启 AI 和那个增稳的效果啊。我们再对着这边随便拍一拍啊。红米的这个取景框会不会有点太蓝了呀？今天这个天空啊，我给大家截一个屏幕截图吧。这红米真的只能说一句，我太蓝了，好吧？那个蓝色我感觉好久没有见过了，跟蓝厂差不多吗？那没有，蓝厂没有它那么蓝。真我这个颜色明显就自然多了啊。刚刚都是顺光，现在来拍一下逆光啊。这边有比较漂亮的银杏叶啊，太阳光正好从那边透过这个叶子，我们就来多拍几张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是好蓝啊！这个红米剪了一片叶子啊。现在我们来拍一下长焦微距，玉手帮我扶一下。好，现在这样子它显示的微距已经对上焦了，其实它是裁的，我们就开微距拍2张，再不开微距拍1张嘛。好，我看一下真我要多远，我把那个微距的按钮关掉了，要这么远才对得上焦。好，这爆啥了呀？这我们再随便拍拍吧，再拍个3张就 OK 了。我们刚刚在这里拍了2分半钟的4K 60帧视频，还拍了30张照片呢。今天用了3小时24分钟。真我 GT7 Pro 现在还剩50%，红米只剩38%了。提早下班了，你怎么说啊？要换了？51下，我们两个就换机吧，好吧？我现在用换什么？等一下，换什么？换不了。我现在就用红米 K80 Pro 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昭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途中会经过南葫芦隧道，我们会重点专注他们在隧道里的表现怎么样。你不是只比它矮了1厘米吗？为什么你感觉比它矮好多啊？好的，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右边是红米，左边是真我。现在我们正好掉着头。哦，好的，真我慢了一点，现在都重新规划了新的路线。再来一个右转，这个右转2台手机反应都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就要走一条直路了，按理来说2台手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刚刚多了路口，2台手机反应都很快。虽然2台手机都有3D 车道级导航啊，但他们的车道判断还是没有那么准的。我们现在在最靠近绿化带的这一条车道上，他们俩还都识别在道路中间。现在我们拐2个弯就要进入隧道了。在进入隧道前，2台手机表现都没什么差别，表现都挺不错的。OK， 现在进入隧道了。屏幕亮度的话，真我是降得比较快的，红米还是有点亮。哇，真我现在有点太暗了吧？他们俩的速度和距离都是差不多的。好的，现在我们在走一个弧线。他们俩反应是不是都有一点慢？感觉落后的有点多。等一下，红米怎么就要进入左侧岔路口了？我们现在还没进去呢。好，我们现在刚进左侧岔路口。这个真我怎么不进去？都卡住了。哦，动了。一个稍快，一个稍慢。真我这个也太暗了吧！现在我们即将驶出隧道了。那2台手机在隧道中都稍微有一点问题吧。但是表现还可以，比上期的百度地图好很多。好了，我们在车上导航了25分钟，在整个过程中呢，前半段在直路上2台手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隧道2台手机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吧，但影响不大，导航表现还不错。现在小米还剩34%的电量，真我还剩46%。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50分钟的手机了。那我们现在去饮品店喝一点东西。喝东西前还是要用支付宝来扫一下共享单车啊！看你的脏手。这次2台都有广告。哦，红米快一点。哦，对，真我快一点。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真我。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啊，真我牛逼。我们准备在门口扫码，
他还不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再用支付宝扫一下这个树叶超烟草，来3、2、1走。哦，红米快一点，这就是 OK。哎，中午怎么了？完了呀，刚网出现问题了呀！看一下电量，快点，你们今天用多久了吗？用了不到4小时。感觉红米大概35%，中午剩45%，红米只有32%了。这红米这么拉吗？我感觉它在2K 屏里面也属于比较拉的吧，比不过小米15 Pro 吧。我感觉可能和1+3差不多。那你今天是家人吗？还是什么？我今天是蓝细菌，好不好？好，来看一下，已经录了1分钟微信视频了啊。红米是4G 网，哎，学聪明了。真我是5G 网，我们来发送一下这个1分钟的微信视频，来3、2、1点。真我今天就不用导，红米就是要导。它怎么导出还卡6哎？看能不能追上来吧。红米也学聪明了呀，4G 啊。但其实真不动啊？真我的5G 还可以啊。真5G 啊。哦，动了。哎，动了。OK， 真我已经发完了。给他10秒钟吧，好吧，他导出了一下。哎，因为为什么它不动呢？因为它切到5G 了，老问题了。它只要切5G 就这样，还是红米的基因呐啊，算了吧。发不动了，已经结束了。哎，都是开的那个真彩跟专业啊，这2个你看看。屏幕色彩差好多，现在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现在真我变成4G 了，红米变成5G，一看到这个红米的5G 就觉得有点不妙啊。我点，处在一个差不多的进度上。哎呦，我们调到这个界面就看出来了，而且底下广告特别多啊。红米还特意告诉你了，我就是广告，慢了也比你快啊。红米现在又变4G 了，哇，这感觉下1年这都是很差的，在这里。它又切5G 了，有，等一下。红米开始了，3兆了，嗨了一下才是5G。没关系，我们真我表现很稳，等我打游戏应该也会很稳。稳定的稳定的200K 卡是吧？等一下在无人在意的时候，突然真我开始飙了，它现在5兆了，现在猛快，要反非常快。超了吗？我靠，它刚慢了很久。这个速度要把红米反超了呀！它只要一到5G 就很快。开香槟，真我牛逼。换了机之后就这种嘴脸是吧你？红米什么网？你今天用了那么久红米，我受不了你了。红米不就是渣男。红米不就手感好一点，颜值好一点。屏幕清晰一点啊！哎，现在一个2K，一个1.5K 摆在这里，你不硬看，你看得出来吗？我真看不出来。我靠，没想到反超了呀，就要结束了。而且是在很快的时间段里面反超的。你现在用红米了，你怎么说啊？红米牛逼，红米牛逼，红米不牛逼，哪里牛逼了？哪牛逼？串子，啊，这死串子真是恶心。现在我们开始打王者，还是10v10，并且均衡模式，把相关的设置全部打开，看他这一把他们的网络表现怎么样。蠢畜生！谁啊？他。怎么了？我让1闪定出了2个，然后人头全给他了。那不是我打的伤害，跟你什么关系啊？我本来可以跑的，我下次就卖你。家庭碎嘴环节，还吃老子血包？什么呀？放屁！他自己滚到血包旁边去了，他自己没吃到，然后我就吃了。那你可以不吃。那我也生气，我为什么不吃啊？看上去他们在吵架，对不对？其实是在秀恩爱，知道吧？其实打情骂俏，店员吵架，你们不也吵起来了吗？主要是我们还有一杯还没做出来，他们吵架了，我好渴现在。自己动手自己去做吧。我自己去，我不会呀，我自己去做。自己瞎聊就是猛。刚刚那把游戏打了11分钟，2台手机的阵域和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今天都打了3把均衡模式了，最后一把我们就开着性能模式，并且把车摘掉，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红米开了狂暴模式之后，在游戏开始的大概第40秒左右，它就提醒我网络状况不佳，并且我出现了长时间的4.0，1分钟的时候就恢复了，持续了20秒，然后刚刚还变黄了，感觉这个狂暴模式就是会网差一点。只有我开了这件模式没有任何问题啊。哦，现在是红色的，对，每次打野怪的时候打着卡着了。你现在就是红的呀。我都没有在打团，你知道吗？用户狂暴了，我操了，真的狂暴了。这次卡了应该快有30秒了。我虽然整体的那个效果负载开得很高，但是我是打野，我一直在打野，我都没打团。什么狂暴模式啊？就说你们狂暴嘛。高手怎么2-6-3啊？随便玩啊，随便玩啊。那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手机的问题啊！太卡了，这是人吗？天天说自己高手，2-6-3，他天天喷你。随便，一般越菜越爱喷。他3-5很好吗？不是？你不是2-6吗？对啊。那他3-5哪里比我好的？没话说了。你看这个嘴欲言又止，你看。打团，冲！他喊你冲了。冲谁呀？冲那边。冲你娃，冲到了，好快跑。跑不了了。你在说什么？完了，你怎么冲一个有大的熬影啊？他过来送了，你看到没有？完了，要被一波了吧？他刚才说人家过来送，然后他自己送了。2-7-3了已经。奇怪的数字增加了啊！
哪个叫奇怪的韩？第二把王者打了快12分钟，这个红米这个狂暴模式我就不想评价了，好吧，反正又红又黄，还卡了好几次，我感觉狂暴的嘛。感觉不如均衡模式。真我没有任何问题啊。那我们先来摸一摸，好吧？红米有一点点温吧，可能是我手比较冷，所以我感觉不是特别的烫，哪里比较烫？下面比较烫。感觉比较均匀吧。真我这个温度感觉稍微高一点点，然后也是那种感觉也比较均匀吧。现在红米还剩18%的电啊，11开了。早就1开了啊。第二把打了6%。真我现在还剩33%，现在是下午的4点56分，今天用了4小时35分钟的手机。我们稍微待机一会儿，看看会不会再掉吧，然后再去坐地铁。坐地铁了，先刷会儿抖音，怪不得他喜欢看打游戏的。哎呀，真好看啊！他的抖音呢？他进来就这个，更是重量级120斤微胖，我操！你看他的抖音很变态的，不能看了。好，就是再看得给我们点赞、收藏、充个电什么的，会员那种。哎，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不感兴趣，这个也不感兴趣。好，点不了专注了。为什么？我只是爱这美女点赞而已，点赞都点不了了。我们已经刷了10分钟的抖音了，现在我们要换小红书了。你看他的笑容都没了。已经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了，现在刷淘宝。这什么？好了，现在我们从地铁出站了，我们在地铁上刷了25分钟的信息流。现在红米还剩13%的电，真我还剩27%的电，现在是下午的5点44分，今天用了5小时1分钟的手机了。那我们现在赶紧打开百度地图，用跑步轨迹记录一下我们窜南门手枪的路程，看看两台手机的精度谁正好一点。速，以后叫你速好吧。我们已经开始跑步了，两台手机都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现在它们自动亮度是差不太多的，红米感觉是要略亮一点点啊。他们屏幕色温反正一天都是这个德行啊，那我们就开始跑步，快跑！现在只是下午的5点46分啊，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他今天好像有点衣冠不整哎，有变态啊，怎么办？这是什么情况呀？这个不许看，小孩不许看。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动物？看一看，里面有2只狗。真的需要一个手电筒的甲方。哎，今天这个已经感觉有点阴森了嘞，他又要上学去了。几年级啊？里面走，保安会不会拦我？保安可能会打你。哦，你干什么呢？又有 feel 了呀？不想说了。啊？左面这个真我也太灵敏了吧！确实，这么老暗啊。来，再重新开关一下来。我感觉它这个自动亮度的调度比上一次又灵敏好多了。其实没必要这么暗了，就红米这个是 OK 的了。拉高一点。现在就要6点了，要开灯了。哎，今天这个晚霞还可以啊，这个天。为什么你们两个这么不耐烦呢？表情。看腻了。他朗诵完就开了。行。好，刚刚看完开灯，来看一下他们的轨迹记录表现。这个起点好像差不多吧，但是感觉是真我这边要准一点啊，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拐弯啊。这一条从这个入口进去的时候是真我要稍微好一点。回头路的话，可能是红米好一点吧。对，都不在这个路上，都不在。红米稍微偏得多一点。来，你看真我这里就更在路上一点，红米就在这个楼上啊。沿着路走，右转，大奈小吃。真我是准一点点，红米是会在这种楼上走，看到没？但是真我就会在路上一点。完了，这里偏的好像多一点。但其实真我是会稍微准一点点的。红米就是穿墙的部分还是太多了，差距不是很大吧？这个拐弯是红米的好一点，到主坛街了，差不多吧。整体来看，两台手机的步行精度都差不多吧，都还可以。真我会稍好一点点。现在是傍晚的6点04分，今天用了5小时17分的手机了，真我现在还剩25%的电，红米只剩10%了，快要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把手机交给大师，拍一拍这个晚霞。
呀，形象速，形象管理肯定要的呀。红米快没有电了啊，那我们随便拍一下夜景。我们对着一个暗一点的地方啊，真我几乎每张照片都要处理个0.5到1秒的样子，是有一点久的，因为那边的光线不是很亮的。哦，红米的快门还是很快的，但是它到2.5倍就还是要花一会儿时间了。对着这个光再拍一下长焦的啊，那个游客服务中心。红米还是感觉这个 HDR 触发的不是很积极啊，真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对着杜甫江阁再来拍几张啊，大概就拍个12张、13张这样子。刚刚呢，大师已经拍了10几张照片了，现在红米还剩8%的电。真我还剩23%，感觉你的后半段就耐用一点。我觉得差不多吧，比较线性，就不会出现那种最后的20%的电断崖式的下降，它还是挺坚挺的，并且它的亮度也没有苛刻啊，依然比真我要亮。这也是要表扬一下的。那么最后的电呢，我们就金铲铲给它铲到死，好吧？怎么了？就是开打的时候我不是8%吗？现在才打到3-3，打了估计也就20分钟不到吧，我就1%了啊！可能最后的这个10%耗的会比较快。关个毛，我关机了，我关个毛啊！30秒关机啊！它怎么最后这点电掉这么快啊？那今天红米 T80 Pro 最后的续航时间就是5小时34分钟啊，35吧，比1加好像还那什么一点，差一点啊。真我 GT7 Pro 现在还有20%的电啊，刚刚掉19啊，6点半 OK。好突然。那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总结吧，待会儿见。好了，现在由我来总结 K80 Pro 的表现啊，它今天的亮屏时间是5小时35分钟。对于这个续航成绩，我们是非常不满意的。就拿之前我们比较不满意的1+13来对比一下，好吧？同为6000毫安时的电池，同为2K 屏，1+13的亮屏时间是5小时40多分钟，并且最后1%的电还用了一段时间，它最终的成绩是6小时09分钟。而那一天的气温是比今天要高的，那天有20多度，今天就10几度，负载两个都差不多，并且1+13的亮度激发也很激进，所以就感觉在这个版本下的 K80 Pro 目前的续航还不如1+13。它今天表扬的点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亮度了，好吧，非常的激进。如果说真我 GT7 Pro 的亮度是够用的话，那么今天K80 Pro 的亮度就是用的爽了，好吧，非常的激进。它低电量的时候也没有偷它的亮度，它的安装下扫码速度很快哎。但是你在正常亮度下的扫码是比我快的。轨迹之路以及车载导航两台手机差不多的，但是步行导航中它的定位以及轨迹的修正是要比真我更加积极。但是其他方面，你像在网络比较好的地方，他们俩的网速其实差不多。在网络非常差的那个厕所，它的联通是不如真我的。在信号比较差的十一沙田草，它的上传以及下载也是不如真我的，就感觉它今天没有什么特别领先的地方吧，最后反而续航还差了这么一大截。我们一开始预估可能最后差个15%顶多了，结果最后差了20%。这么一整天的使用下来，真我 GT7 Pro 的表现就非常的稳。但是续航130版本的话，跟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今天令我不爽一点就是它的亮度调度有点怂啊，感觉它的灵敏度过于积极了，导致它起伏很大。真正需要的时候它就很暗。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槽点可以说的了，而且它的游戏表现也非常的稳，无论是均衡模式呀，还是 GT 模式，它的网络波动都没出现什么问题。不像某些手机在开均衡模式的时候，它的金铲铲以及王者都出现了一定的提示，说它网络不佳，当然持续时间很短。然后我们最后是开启了狂暴模式，它的表现反而更差了。我是真弄不明白，好吧，使我很狂暴。那么就让我们的大师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的拍照表现吧。拍照是这样的，首先呢，我很不满这个 K80 Pro 的取景框太蓝了，它那个蓝的就是太假了，我已经无法判断我最后拍出来的照片是怎么样的了。如果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照片它不是很蓝的话呢，那就是成片跟取景光的差距太大了。第二个点就是上一次我们在店里面是不小心切换到了1080P 60帧啊。然后我当时说它4K 60帧是可以切换镜头的，但实际上它是不可以的。它的4K 60帧在拍摄过程中是不能切换镜头的。真我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的超广角都是不能切的。K80 Pro 并没有越级小米15啊。从我今天在取景框里面看到的情况来说的话，我觉得真我的拍照可能我会更喜欢一点吧。像 K80 Pro 它长焦微距的时候，那个领先是非常大的。然后在录像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K80 Pro 的眩光表现是不如真我 GT7 Pro 的，
真我呢，它可能是我们最近测的这些手机里面眩光控制的可以说最好的手机了。超广角那毫无疑问就肯定是 K80 Pro 要稍微好一点了。如果你对超广角还是比较在意的话，那还是可以选一下这个 K80 Pro 的，包括长焦微距啊。那么续航呢 ，K80 Pro 就已经不行了。那充电呢 ，K80 Pro 是120瓦加50瓦，真我反正充电是挺快的，它6500毫安时，大概也就35分钟就可以充满了。它也是120瓦的，只是它没有无线充电。所以在这两台手机的选择上呢，我觉得如果你比较在意手感吧，倒是可以选 K80 Pro。如果你没有那么在意手感，或者你也没有这么强的无线充电的一个需求吧，我觉得是可以选真我 GT7 Pro 的。我觉得真我这一代确实是赶越级的，而且是越了级的啊！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点赞加关注，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